恐龙生态园区，迎着无敌海景，看鹦鹉自在飞翔。登上基隆地标观景台，漫步城市之巅，俯瞰基隆港的壮阔美景。隐藏在桥下的泡面墙秘境，从经典牛肉到异国风味，打造专属于你的泡面飨宴。巧遇台铁退休员工，亲切分享七堵旧站的怀旧故事，仿佛穿越时光。探访神秘的仙洞岩，挑战极限的一线天，究竟深处藏着什么秘密呢？在台版小东皇石窟佛手洞，寻找传说中的佛手印，受千年历史的神秘力量。登上基隆塔，漫步基隆最美的天空步道，来观光客最爱的基隆庙口夜市，不用烦恼不踩雷。到底要吃什么呢？漫步正滨渔港紫色屋，受异国风情。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ly。这次我们来到有雨都之称的基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你的鼓励是我们制作优质影片的最大动力哦。基隆有句俚语说：“基隆三日好，两日好。”果然，这次来拜访基隆，空气中总是带着湿润的气息，雾茫茫一片，有种随时会下雨的感觉。或许正是这样的天气，增添了一种神秘而诗意的美感。嗨，大家，在不雾中来场浪漫的基隆小旅行，好吗？七堵铁道纪念公园位于基隆光明路上的七堵旧火车站，建于日治时代，是北台湾纵贯线最早的木造车站，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2007年正式启用新站，旧火车站随之停止运作。然而，因其珍贵的木造建筑特色，这座100年老站被指定为历史建筑，并规划为铁道公园，以保留其原貌。Emily 好开心，因为拍摄的时候恰巧遇到了一位台铁的退休员工。这位长辈十分热心，不仅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七堵旧火车站的历史，还细心介绍车站的各个细节，让 Emily 这趟探访印象深刻。就在那个马路上，然后都给老板过鱼了。由于光明路拓宽，七堵旧站当年面临拆除或保留的选择，经过地方民意与文史团体的努力争取，加上市府的积极推动，文化局最终决定在原址旁30公尺处的铁道公园组装重建。这位长辈还特别跟我说，过去七堵旧站是上行列车的乘车处，而下行的列车乘车处则位于另一个地方。此外，他带着我走进车站，指着不同区域介绍，这里是售票人员坐的位置，这是仓库，以前这里还有工作人员休息的床铺，但现在都拆除了。他还细说了车站的建筑构造，告诉我车站是用块木新建，并提到了什么切り妻作り、入り母屋作り，但老实说，我完全听不懂啊。今天好开心，感谢这位长辈为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介绍。情人湖，情人湖公园位于大武仑山的山腰，由6条山涧汇聚而成，是基隆唯一的高地湖泊，环绕着苍翠山峦，山光水色，清新宜人。关于情人湖这个浪漫的名字，流传着一个说法，因为公园内有一大一小相连的湖泊，宛如情人相依相伴，于是得此美名。园区内设有2条主要步道，环湖步道沿着湖畔蜿蜒而建，全长约1400公尺，
适合轻松漫步，享受湖光山色的静谧氛围。环山步道全长约1600公尺，路径曲折穿梭于林间，不仅能感受满满的森林芬多精，更能一次饱览基隆的壮阔山海美景。今天 Emily 要带大家走这条环山步道，探索沿途的精彩景点。途中我们会经过老鹰岩，这里是环山步道的最高点。老鹰岩是一块突出的巨大砂岩，因为经常有老鹰在此盘旋而得名。站在这里，基隆屿、大虎仑渔港、外木山、协和电厂、滨海公路等壮丽景致一览无遗。此外，步道途中还会经过情人塔，这是一座具有欧式建筑风格的观景塔，沿着阶梯登顶，便能将远方的美景尽收眼底。外木山滨海风景区，外木山海岸是基隆市辖区内仅存最长的天然海岸线，全长约5公里的情人湖滨海大道，一侧是开阔壮丽的海洋景观，另一侧则是巍峨耸立的单面山悬崖，形成壮阔而独特的海岸风貌。站在这里，可以远眺基隆屿，还能看到货轮穿梭于海面，为静谧的海岸增添几分动态之美。常年受海浪侵蚀，其中一块岩石因外形酷似海龟而被网友称为海龟岩。沿着海岸线漫步，不久便会来到大五轮沙滩。这里是仅存的沙岸地形，虽然不大，但细致的沙滩与清澈的海水让它成为一处小而美的戏水天堂。如果你也喜欢在夏日的海滩戏水，这里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哟。百米瓮炮台，我们是从光华路37巷开车上百米瓮炮台。Emily 提醒开车的朋友们，这里的道路狭窄，坡陡弯急，会车不易。幸好部分路段设有贴心的会车处，请大家务必发挥公德心。假日来游玩时，千万不要将会车处当成停车场哟。百米瓮炮台又称荷兰城，位于基隆港西岸高地，是市定古迹，与东岸的和平岛遥相对峙，共同扼守基隆港门，地势险要。炮台由4座炮座呈长形一字排开，成为迎敌的第一道防线，这也是百米瓮炮台的一大特色。站在炮台上，视野辽阔，可以俯瞰基隆港内外全景，加上远方协和火力发电厂的3支大烟囱，这里俨然已经成为基隆港的地标。基隆灯塔，参观完百米瓮炮台后，我们决定从凉亭旁的古道百街步行前往基隆灯塔，顺便让大家看看这段百阶石梯到底有多陡多高呢？如果想一口气走完，确实有点费力。Emily 选择在大叔宫这里稍作休息，顺便欣赏沿途美景。在海边生存的植物不易，而这棵拥有100年历史的大树宫是少数能在这片高地生长的大树哟。接着继续前行，经过海拔102公尺的百米瓮间，远方一片雾茫茫，只有基隆屿依稀可见。再步行约15分钟，便能抵达基隆灯塔喽。以前 Emily 遇到这种爬石阶、
登山有下坡的行程，一定腿软。但经过去年一整年的密集旅行锻炼，现在这点挑战可难不倒我哟。基隆灯塔建于1900年，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圆塔，早年还设有红色光弧，以标示港外的险礁，颇为特殊。后因险礁遭炸除，红色光弧也遭撤除。站在灯塔旁，可以近距离俯瞰基隆港内台积国际物流公司的货柜运作。这可是 Emily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察货柜调运的过程，感觉相当新奇。最后 Emily 是下山，从光华路走回光华路37巷，再绕回白米翁炮台开车。这趟环状路线边走边拍，总共花了1个小时完成，既充实又惬意哟。仙洞岩，仙洞岩位于基隆市中山区仙洞里，相传古时曾有仙人在此修道得道升天，因此得名仙洞。这里其实是一处天然海蚀洞，经过数万年海水冲击侵蚀，才形成如今奇特的洞穴景观。洞中寺庙香火鼎盛，主祀观世音菩萨，吸引不少香客前来膜拜祈福。除了参拜神明，Emily 今天还要带大家来挑战仙洞岩里有名的一线天，有幽闭恐惧症和身材较壮硕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寸步难行哦。洞内越走越窄，到最后甚至必须蹲低或弯腰前行。如果想回头，对不起哦，你只能原路退回。想一下哦，如果你的后面有人，根本完全动弹不得。抱歉啊 Emily 走不下去了，直接给大家看网络上终点的照片，留给大家下次来挑战哦。在仙洞岩的旁边，还有一处低调又神秘的洞穴——佛手洞。去年 Emily 来过一次，知道那里平常没什么人，所以这次在仙洞岩巧遇4位从英国来的外国人和1位导游， Emily 立刻邀约结伴同行。佛手洞也是一处天然的海蚀洞，早年因为洞内曾有蝙蝠栖息，曾被称为蝙蝠洞。日治时代还曾被当作防空洞使用。这里一年四季既无太阳照射，终年凉爽，仿佛天然冷气一般。而最特别的是，洞内深处的石壁上方，经过常年风化，形成了一个酷似手掌与五指的节理，就像是佛的手印，因此得名佛手洞。如今，岁月让原本的形状逐渐模糊，只剩3根手指依然栩栩如生。So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e're from England. Oh, England. Yeah. Good for us. And where are you from? Taiwan. 基隆地标观景台。基隆地标观景台步道位于基隆火车站后方的虎仔山，山顶上醒目的基隆大字样，仿效美国好莱坞的设计，无论身处基隆市区或港区，都能一眼认出这座经典地标。Emily 这次来访，虽然天候不佳，无法清晰捕捉基隆港的壮丽景色跟大家分享，但站在基隆地标之上，这样的视角是不是让人有种置身好莱坞山丘，俯瞰洛杉矶的错觉呢？在基隆地标观景台旁边，有着一间被誉为全台最美的望海书店——太平青鸟书店。踏入书店，满是书香与阵阵咖啡香交织。细看店内的摆设，连座椅都是复古的课桌椅，满满的怀旧风情，仿佛让人回到学生时代。
书店中间设计了通透的地板，开阔的视野可以贯穿每个楼层，让整体空间更显通透。这间特别的书店原本是一座废弃小学太平国小，后来经由市府推动地方创生计划，成为独具特色的书店。在我们要开车下山的时候，行经虎仔山回车塔，真的好特别。我以为进去是停车场，想不到绕呀绕，绕呀绕，直接从山上到山下，出口竟然是中山路2段65巷。有好奇心的你，下次也来试试看哦。海洋广场，海洋广场是基隆港的闪烁地标，位于基隆火车站前忠义路港边的海洋广场，于2009年8月19日正式启用。市府在广场的木栈平台上设置了多组木造礁石与波浪流线的景观装置艺术，营造出浓厚的海洋氛围。基隆三面环海，港湾深入市区，站在海洋广场可以近距离欣赏大小船只的进出繁忙景象，其中每当巨大的邮轮停泊港口，总能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在海洋广场的斜前方，隐藏着一家拥有绝佳视野的港景咖啡厅——鸟巢咖啡。这间餐厅入口处位于一栋老商场内。Emily 初次来访时，走进1楼时，还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直到踏上2楼，才感受到这间网红名店的独特魅力。从窗边望出去，基隆港的全景尽收眼底，辽阔的海景与船只穿梭的画面，让这里当之无愧地成为港景第一排。Emily 贴心提醒，这里非常热门，建议提前预约哟。基隆庙口夜市，基隆庙口夜市位于仁三路旁，以电机宫为中心向外延展，汇聚了70多个小吃摊，而爱四路则规划为流动摊位区，更添一分市井风情。想吃美食又不踩雷吗？ Emily 为你精选基隆庙口夜市的必吃小吃：无记螃蟹羹油饭、炭烤三明治、陈记泡泡冰、一口吃香肠、营养三明治、李记面粉煎。如果你想一次品尝台湾的在地小吃，从爱四路一路逛到仁三路，这趟美食之旅就像穿越全台各地的美味缩影，你怎么能错过呢？基隆塔，基隆塔入口位于中正区12路128号，由邱文杰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外观以亮橘色的桥式起重机为主要意象。最吸引人的特色是天空步道，全长87公尺的天空步道连接上层的露天观景平台和主普潭，可以俯瞰基隆市区和港湾景色。在天空步道通往主普潭的终点有一个景观台，这里有一个 Duncan 公仔，拿着黄色望远镜的模样，可爱又吸睛。很多民众与 Duncan 的铁粉都会来这里跟他合照。景观台下方有一间结合书店的复合式咖啡厅空书屋 House K， 它是以防空洞概念打造出山色空间，店内座位的每个窗台都有特别设计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景观。除了提供简餐和饮料，这里的书籍都可以免费翻阅哟。
在不远处信二立体停车场对面，坐落着一处历史遗迹——信二防空洞。近年来，基隆市政府推动山海城串联再造计划，赋予全新面貌。信二防空洞是一座人工开凿的地下空间，深约22公尺，内部分为东西两坑。70年前曾作为居民的避难所，见证了历史的流转。经工业建筑重新设计后，外观采用偏暗红色的鱼鳞板，转化为重新认识基隆的新视角。正滨渔港彩色街屋，正滨渔港位于和平岛的南方，是历史悠久的老渔港。早在1934年，这座渔港便由日本人建造，日治时期更是繁华一时的渔货商港。如今已渐渐没落，却依旧保留着朴实的渔村风貌。如今最吸引游客的，莫过于正滨渔港旁的彩色街屋。有人说，这里像是台湾版的威尼斯，你觉得呢？路人推荐了一家海盐冰淇淋，说是这里的隐藏美食。Emily 买了一只，坐在港边，一边吃冰淇淋，一边欣赏钓鱼人悠闲的身影。正当 Emily 享受这片刻的宁静时，有只河豚不小心吃到了鱼饵，大家赶紧帮忙解救。拍完彩色街屋后，Emily 带大家前往阿戈讷造船厂遗构参观。这座建于日治时期的造船厂，当年是各铁路支线的终点站，负责将经过时的金矿与其他矿物运送到日本。战后，这里一度租给美国的阿戈讷造船公司，曾为游艇建造基地，但随着产业变迁，如今已经荒废。和平岛地质公园，和平岛公园位于基隆港港口东侧，是一座拥有壮丽海蚀地形的自然宝藏。岛上奇岩怪石林立，经年累月的海浪侵蚀，雕塑出独一无二的地貌景观。和平岛公园内还藏着一个神秘的阿拉堡湾，这片秘境需要事先预约，并由专业领队带领，才能一探其幽静之美。此外，和平岛公园内还设有露营区，让游客能在星空下感受海风吹拂，与大自然共眠。Emily 这次购买了4季旅行票，一定要再来探索更多和平岛的魅力。就在阿拉堡湾出入口对面，隐藏着一处赏景秘境河口丘。这里拥有270度的壮丽海景视野，原本是一座军事雷达站，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一处悠闲的秘境咖啡厅。跟着 Emily 登上河口丘楼上的景观平台，欣赏海天一色的绝美景色吧。即便天气不太理想，雾气笼罩着海面，仍然有着一番朦胧美啊。深澳支线海科馆站，原本已经停驶的深澳线，因应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成立，2014年恢复客运。Emily 拍摄当天，特别感谢住在铁路对面的大姐，热心提醒火车的行驶时间与方向。最可爱的是，当火车即将进站时，远方又传来她的声音：“回车来呀！”这份淳朴与热情，正是台湾最美的风景——人情味。就在海科馆旁边 ，Emily 还要向大家推荐一个基隆观景秘境——荣轩步道。沿着步道往上走，不到10分钟即可俯瞰整座海科馆与长滩鲤鱼港，还能远眺基隆山。这里非常适合欣赏日出与夕阳。住宿的话，旁边有 Hotel Begins 昌香秘境文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哟。望海巷跨海景观桥，
这座桥位于基隆市与新北市的交界，串联了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潮境公园、八斗子车站以及深澳铁道自行车道，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站在桥的正中央，可以360度饱览海天一色的壮丽景致。桥下的望海巷渔港更是点缀这片美景的静谧角落。Emily 今天要带大家探访一间隐藏在望海巷跨海景观桥下的泡面秘境小李海鲜面。这是一家以泡面为主的专卖店，店内提供各式火锅料和新鲜蔬菜，可以自由选择，并采用称重计价的方式结账。唯一可惜的是，今天 Emily 来访时，老板尚未捕获火锅料的选择稍微少了一些，但依然不减这家店的独特魅力。潮境公园，潮境公园坐落于八斗子半岛，过去这片土地曾是垃圾集放地，后来经由海洋科技博物馆筹备处精心规划改造，才蜕变为今日的赏景胜地。潮境之名承载着对大海的敬意，也象征着这片紧邻渔港与渔村的土地能为当地带来源源不绝的丰收与希望。从潮境公园再往前走，你会看到基隆恐龙 AR 生态园区。基隆恐龙 AR 生态园区2024年底正式开幕，让民众透过购票与手机、平板或 MR 眼镜启动 AR 实境探索，将1万年前的巨兽活生生地重现在这片自然地景中。Emily 来的当天，恰巧遇到一群鹦鹉的爱好者齐聚于此，看着五彩缤纷的鹦鹉在空中翱翔，让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更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心有多大，视野就有多开阔。每一次旅行都是对未知的探索，记录最动人的瞬间，微小却温暖，在未来的回忆里成为最闪耀的片段。世界很美，不再只是别人口中的故事，原来也可以成为你的足迹。旅程不止，步履不停，你准备好与我并肩同行了吗？我是 Emily， 如果你喜欢 Emily 今天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下期见哦！